关键是，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？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？就是我把我的这个财产给我爸，您看行不行？给你爸不行，直系近亲属，这个路径太单一了，一查就查着了。哦，有没有那种你们2个人都信得过的，而且呢完全没有参与过这件事儿的人？哎，辉儿啊，咱们可以把这个钱，那个转给我三表大爷那儿。咱前段时间用他身份证注册了新公司，也开了公司账户。你说我三表大爷呢，他大字不识一个，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就听我爸的啊，肯定安全。这就相当于把钱都给别人了啊？那薛律师，您看这样行吗？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儿，我哪管得了啊？你们自己决定啊。我再提醒一点啊，就是这个你甭管转给谁，咱们公司的账上得留一点钱。咱们好歹得让人家法院执行一点东西吧，是吧？我看这样行哈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们的这个案子呢，就让薛律师就跟我们代理就得了，你就一个人办了就得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啊，一个律师只能代理1个人。不是我代理周先生吧，你再找个律师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啊。行，我的代理费是30万。您看吧，真的我们现在实在太难了，这一直躲着也没做生意，真是没啥钱。要不，您看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便宜一点？啊，关键我还得设计这个财产分配呀、风险隔离的路径。反正这个钱呢，你要不在我这儿花，你将来可能会加倍的输给别人。我们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不讨价还价了。这个钱啊，宁可给别人，也坚决不能给老太太。薛律师，哎，我呢，就委托您了。这回踏实了吧？踏实了。哎，田律师，这30万，我告诉你啊，比你们那个什么，给韩律师那13万值多了。你们那个韩律师啊，就是个大忽悠。哎，您2位就别忘了，这么好的律师，这是我介绍给您的。哎呀，田律师，你放心吧，心里有数啊。只要那个事儿办好了，亏不了你啊，放心吧啊。哎，那这样，您2位呢先走，我呀还有一案子要介绍给薛律师。刚才一高兴，这我给忘了。好，来，那你先忙啊。来，谢谢啊，没事，谢谢啊。您先走。薛律师，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薛律师，这也是得亏这个陈律师介绍，我才能认识您这样的前辈。您看您又有经验又有技巧，您以后也多带带我。我哪敢带你呀？你不是有师傅吗？啊，论经验，论技巧，你那师傅比我强啊。找您差远了。那个薛律师，您看就是咱们所啊，对那种介绍过来的案件，它有没有规定？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咱俩聊天不用那么拐弯抹角，按原费，我给你10%。薛律师，您看，您是业界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您就别跟我这一后辈计较了，10%有点太低了。您看这样，您给我15%，比你师傅还黑。行，15就15，踏实的吧？谢谢薛律师，薛律师再见。哎呀，被告人服刑期间逃脱，并于逃脱后再次犯罪，当然应该承担他该承担的法律责任。但我们在此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，被告人做出这一切举动事出有因。刚才通过对另案处理的被告人马丽丽的质询，已经知道是马丽丽利用许建设被羁押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机会，欺骗许建设，让许建设以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产生了逃脱报复的心理。同时，马丽丽又非法控制了许建设的财产，所以当许建设明白真相后，才把报复的矛头指向了马丽丽。许建设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，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但受害人马丽丽对许建设的欺骗蒙蔽，以及对他财产的非法占有，又却是事情的重要诱因。许建设在明白事实真相后，已经真心悔过，该受法律的制裁，并愿意承担受害人马丽丽的医疗费用。在此，我们代表被告人向受害人表示道歉，向法庭悔罪，并希望法庭能在量刑时对上述情节予以考虑。全体起立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、第316条之规定，依法判处被告人许建设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许建设，我们来就上诉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你还要上诉吗？不上诉了。上诉是不会加刑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考虑清楚以后再做决定。我知道。其实这次上庭，我就没想到还能给我留条命，所以我不上诉了，认罪伏法，好好改造。谢谢啊。您的财产现在由您表姐家管理着，我们也接触过几次，觉得这一家人倒是也可以信任。不过我们还是跟您提个醒，虽然您在牢里，但您的财产依旧可以自己管理。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，可以再找我们，或者别的律师也可以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一定去找你们。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那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，下次来的时候再带一份协议。好。以后咱们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，你自己保重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啊。许建设，当年那个案子，最后打李占军致命那一棍的，到底是谁？我要更正我之前的一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曾经跟你说过，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。当事人一旦清白，做律师的心理压力就比较大。但我现在才发现，就算当事人不清白，律师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他明明有罪，而你替他脱了罪。如果后来你知道了，心里能安宁吗？你想多了。不管是不是他打的，这个案子指控他为主犯，证据就是不能称得上确实充分。就算当时咱们为他辩护，也打赢了官司，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，公诉方也会在之后的程序中进一步完善证据的。这不正是法律中控辩双方的意义吗？不想，反正咱们帮了一个人，还赚了钱。苏阿姨的案子公告了，起码给60天以后才能陪期开庭。如果咱们能代理管理许建设的财产，那咱们就有稳定的收入了。咱尽快找个办公室吧。就这些日子，我都觉得自己住在办公室里了，连点隐私都没有。罗总好。哎，小冯，是邱总、夏总。邱总好，夏总好，咱们这边请。里面请。哎，怎么又来了？不想着办法去送传票，老往我这儿跑干嘛？下当功夫。冯经理啊，我正好要看的那房子是10几楼来着？哦，17层，罗总。说起来，您的眼光真不错。这层楼下就是家律师事务所。怎么，要租17层啊？哦，还没人跟我说话呢。啊，是，先去看看吧，还没定呢。怎么，韩主任有意见啊？
我有什么意见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话说回来，我要真租在17层，那韩主任的脑袋就在我脚底下，咱俩可真够有缘分的哈。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？运缘分，梦想总是会实现。哎，对，几位请。罗女士，这是 CBD 核心商圈，周围都是高端项目，商业氛围特别好，就适合你们这种开律所的。这采光视野还是很不错的哈。租金多少？1平12，物业发票全含，你们打听打听，全是最黄金的位置，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到洼地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写字楼，没有市政工作人，那电费能烧死你，还有那停车费。毕竟是 CBD， 这价格还行，还行，不算贵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回去呢再商量一下，如果没有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呢，我们就选这儿了。那您再考虑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邱总、夏总？挺好，就是没钱。门开了，你们进去看吧，看完接着叫我锁门。好，谢谢您，刘大爷，谢谢啊。听说啊，这原来是一家报社，这里面呢，反正该有的都有。对于现在的咱们来说，是够用了。罗姐，咱们就算租不起 CBD， 也未必要租在这儿吧？啊，那你看，这窗户都是纸糊的，这楼不会哪天就塌了吧？瞎说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你好歹也是英华所的一员，你说这话合适不？我告诉你啊，抓紧时间体验生活吧。这未来咱万一发达了，往 CBD 里一待，你这种地儿你想来你都来不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又何必跑到良城所去嘚瑟一圈呢？到时候最后让人知道咱们就租在这儿，这不笑话咱们吗？谁爱笑谁笑去。搬进良城所呢，是咱们的梦想，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。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世界上唯有2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，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，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康德。哎，这个点不错啊，咱就给这留着了啊。喂，你好，是韩之通韩律师吧？我是城东区法院。啊，是我。宋淑敏诉何巧慧、周大民民间借贷纠纷，是你代理的吧？谁？这个案子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韩律师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，传票很快就会送达你的律所，请你代何巧慧夫妇签收，并填写送达回证，连同完整代理手续一并寄回，听明白了吗？法官您贵姓啊？不是，你从谁那儿听说我代理的？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韩律师，我提醒你注意律师职业道德，不要再耍那些小手段了。院里啊，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要就你的行为向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议呢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内鬼，肯定咱们所说的内鬼。我的策略，我的计划全废了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呀！黄律师，哎，这韩律在里头。韩律，这我就不合适了。不，陈律师，别走，来的正好，你做个见证啊！我跟你说，可得小心了，咱们所出了内鬼。我签立代理协议还没出咱们所的，法院就知道我是代理人了，这不明摆着咱们所里内部出了问题吗？真有这事儿？当然了。那方律，这事儿不能坐视不管啊！那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，你让我们这些律师怎么样？对呀，方律师查不查？你给句话呀！给什么话呀，老韩？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了，让你不要用这些手段，你听进去了吗？我的态度，这件事儿到此为止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到此为。什么手段，韩律？那是我的机密，我怎么能说呢？嚯啊！你跟我一样无良，韩律师。
拖咱们谁不会呀？是不是？内鬼不除，永无宁日。是，得出韩律师啊！气成这样，哎呀！找有事儿，韩律师啊，之前让我接手那个董先生的案子，一切进展顺利，汇报一下。辛苦啊，陈律师。以后呢，你的案子你就和陶正来对接。没问题，我直接跟陶律说，好吧？啊，那先不打扰了啊，您忙。秋华，你帮我把那灯罩拿过来，还得让我给你当助理，这不是显得你重要吗？哇，亮了，厉害了！原来你是搞电工出身的。哎，好细点，小心点啊！好了，你事先叫我。行，这就是我。啊，这个先放这边吧。哎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好，完美。好，喝口水。干杯！干杯！不错哈，被量程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，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了。而且还有独立的办公室了。但是怎么看，怎么还是觉得像个濒临倒闭的报社。呸，舅姐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哦，呸！我们都粉刷一新了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把话撂这儿，等将来咱们搬到量程所楼上那一天，咱们会怀念这儿的。哎，我刚才啊，看了一下这儿。喂，于法官。啊，您说。哦，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他们说一声。啊，拜拜。法院的于法官打来电话，说量程所内部有人把老韩代理何小慧的事儿捅到法院了。明天一早他就带人去送传票。什么？真的？他问我们要不要一块儿去呢？去呀，当然要去。哎，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去找宋阿姨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好人呀，是不会被这世界所辜负的。宋阿姨，您好。那个，这个6号床的病人呢？你也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别人马上就回来了啊。昨晚已经过世了。那他太太在哪儿呢？跟着办手续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我给宋阿姨打个电话。谢谢啊，打扰了。秋华啊，你看，那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宋阿姨，宋阿姨您节哀。这个帽子是我给家生织的，到后来，这上面都沾着他的白头发，我就一根一根的摘，要把它推进太平间的时候。我怕他冷，想给他戴上，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。宋阿姨，这外面天气太凉了，我们送您回家吧。3位律师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这个官司我不想打了，你们3位的恩情，我怕是也还不上。哎呀，宋阿姨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们来呢，也是要跟您说一件事情。法院那边
明天就去给何小慧的律师送传票，您这个案子有救了。等上了法庭，您的大部分钱都能拿回来。可是我没有力气了，真的，我不想打了。宋阿姨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您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啊！宋阿姨，这段时间我们3个辛辛苦苦的帮您，您难道看不见吗？您怎么就只盯着那些狗屎不如的人啊？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，你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啊！可是这样的日子，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宋阿姨，您别怪我说话狠。如果您真的一走了之了，事实上您跟何巧慧他们就是一样的。对啊，您走了，那这个案子就没有原告了，那这个案子就会被撤销，那我们这3个人白费了半天的力气，1分钱都打不回来，还会被别人说我们3个律师的能力差。您作为当事人，您自己不上心，我们3个律师在旁边看着干着急，而我们这份情您还不愿意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宋阿姨，我特别能理解您。我知道那种痛失家人的那种感觉，但就算这日子再难挨，咱也得咬着牙活下去。那些把坏事做绝的人，伤害他人，却不会感到一丝良心不安的人，他们都好好活着，那您也更该好好的生活。就算被坏人伤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咱也得挺着，挺到有一天看着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，知道吗？新总理办公室怎么样啊？用不用重新装修啊？我朋友的同事，他表哥就是干装修的。我们钱都用来租房子了，哪有钱装修啊？就先这样吧。干什么呢？那么专注啊？我就是算算，咱俩1年能挣多少钱。哎，你现在1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啊？啊，我明白你意思啊。明白什么呀？明白。不是，我问你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生活费都放在这坎里了。密码你生日，正式交给我老婆大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懂，我主动给你的。那老婆管钱天经地义，收下。干嘛呀？我给你跪下。别！老婆大人，这你请年宵呢？快起来！那我先替你保管。哎，你知道这个钱，我本来打算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的？未来教育基金，给咱孩子存的。哦，那行，那以后我每挣一笔钱也往这个卡上打一部分。那咱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
我妈今天打电话还催呢，她说她快退休了，趁现在身体还行，可以帮咱带孩子，1个2个都没问题。还2个？你们倒是想得很简单啊。生了孩子谁带呀？我还工不工作了？咱们还是先存点钱再说吧。啊。我孩子能花多少钱了？我这不正存着呢吗？传票，您收好。韩主任，法庭见。韩律师，您也是老律师，要是再是你说是谁在咱们背后一直在帮咱们呀？还有田律师，作为协同律师，你也要负起连带责任。请2位准时上庭。按照2位的意愿啊，我起草了这个文件啊，你们先看一下，这么分行不行？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分给女方，除了被原告要求查封的女方的1套房之外，其余2套房都分给男方。那个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就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，这个协议是相对公平的，甚至来说你都有点占便宜了，因为这公司能赚钱，是不是？行。还有啊，给你3大公司付了一部分款之外呢，咱们这小账上还剩不到200万。你看这钱是做流动资金呢，还是？也打给大明吧。留在我这儿的话，万一官司输了，咱们这个公司账上的钱不就都给他了吗？对，留到公司账上吧，这不就等于留给那个老东家了吗？那完了，这一点我再修改一下啊。我提醒2位啊，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小账上多多少少还是得留点钱，毕竟原告在公户上是1分钱都没捞着，有点说不过去。是，那明白。行。那2位要是没什么问题，一会儿我修改完这个协议之后呢，你们签完字，就直接奔民政局办手续去。好的。这整天啊，不是吧？签了。签了。严肃点，这离婚呢？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？夫妻感情破裂啦？嘿，我跟你说，姐啊，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时代不同了嘛。来，这是您的啊，收好哈。来，户口本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嘞。哎，谢谢啊啊，慢走啊。好嘞，谢谢您。资料拿好。哎，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。哎呀，天哪！这回啊，我就看那老东西他能怎么办，是吧？请啥律师都没有用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往哪？哎呦，这个老韩啊，这2天天天给我打电话，炸了咱10几万，啥也没给咱干。你先接，我接一电话啊。哦。喂，韩律师啊。哎呀，何女士，你赶快来一趟啊！法院把传票送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？不，我不去，你就说找不着我们。我告诉你啊，律师有代收法律文书的责任，我收了就等于你收了。韩律师，你不是教我们躲吗？那你咋自己不躲呢？那法院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收啊！我跟你说，现在说这些没有用，你赶快到我这儿来，下面怎么打官司，你不想知道了？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过去啊。花儿啊，那走吧，老韩让咱们去一趟。哎呦，我就不去了。那老韩我一见着他就烦，你自个儿去吧。啊，正好我催老马那债去。那行吧，啊，那你开车走吧。你慢点啊。好嘞，好嘞，你也慢点。好，你也注意啊。好嘞。哎呦，何女士。韩律师。哎呦。你这把案子交给我，这好几天都不露面，你这心可真大呀！不对呀，韩律师，您不是教我们让我们尽量躲着呢吗？再说了，有您在，这官司还担心啥呀？啊？哎，我可从来没给你打保票啊！
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案子事实清楚，人家手里还有你写的借据，咱要是上了法庭，这案子必输无疑。没错，您第一次确实是这么说的。哎，韩律师，那我就想问你啊，那花了10多万请您是干啥的？啊，这话说的，干啥的？那当然是打官司了。你请了别人必输无疑，你请到我，我就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上次说的那个提高代理费的事儿，你那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韩律师，咱这官司还没打呢，这代理费又要提高啊！你提高了代理费，我告诉你怎么保住你的财产呀。那就这样，你先告诉我如何保护住我的财产，我再提高代理费。那我要说了，你不提高代理费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提高代理费了，你又像现在一样拿我一把，我又怎么办？我是律师，你应该相信我呀。我相信你啊，我相信你，我才签了协议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你不是又逼着我提高代理费了吗？你要是这么着的话，那我就不说了，那咱们就等着上庭，咱们输官司吧。韩律师啊，我花了10多万请你来，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，咱们可能就得换个地方，再好好聊聊了。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别那么紧张哈，韩律师。哎呀，你就想着办法，怎么能够保住我的这个财产？至于这个代理费提高的事儿，太好说了，好说。好说，是，行，那我就先告诉你哈，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吧，有一个办法或许能够成功，通过离婚分割你们的财产。虽然你们俩现在属于离婚不离家，但是从法律上来讲，你们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婚姻关系了。你现在也腰缠万贯了，但你得做好准备啊！这个官司有可能我们会输，法官不是吃素的。如果法庭真查出来你们想通过离婚来转移财产、逃避债务，有这可能性，你就得做好准备，他会一次次的调查你，最后呢，强行的把这个财产执行走的可能。就这一招啊？对啊，就这一招要让我拿钱啊？韩律师，对不起，我和我老公已经离了。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刚刚，离婚证还在包里揣着呢，刚从民政局走出来。你离婚了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我跟你商量得着吗？我离婚干嘛跟你商量？让你再扒我一层皮。谁说我是假离婚了？我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跟着他倒霉呀？就那黄脸婆，我早就跟他过够了。就那个家，我一天都不想回。哎，薛律师，真的，我谢谢您啊！这婚啊，我就是真离了。这边来了，来，小田，谢谢你啊！哎，您客气。回去。韩律师慢走，拜拜。哎。是吧？他走了。啊！要走了，韩律师，这，你说你是不生气了？没，刚才来了个当事人。哎呀，我说真是韩律师，你说你当这么多年律师了，那什么样当事人没见过？你至于动气儿吗？啊？谁说？我以后得好好向您学习。你向弟弟学什么呀？这世上啊。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帮他，活该他输官司。就是啊，他说的这点，我得向你学。这韩律师，你一直不都这样吗？不，这招是我向你学的。不，我得向你学。我向你学。那咱不向学习，向你学习为主，向我学习为辅。行，反正的代理费拿到手了，让他输成就是，钱都到手，你生什么气呢？是吧？就是。你干嘛呢？就。哎，包你师傅，哎，没事啊，没，别气了哥啊，生出病来无人替，就是。
您好，这是我的代理资料，这是证据目录。抽离。韩律师，看看，证据都准备好了，让法官准备好。韩律师，小田儿，何律师。没几个人呢。你来了啊？是来看你哥怎么被打脸的吗？谁我哥呀？简直就是孪生兄弟，坏到一块儿去。小点事，注意纪律。好，注意纪律。对，我今天来就是向我哥、向老前辈来学习如何上庭的。老爷子啊，你是不是都没想过呀？这样的就算是你们赢了，到最后啊，你只能得到一张白条。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啊，这个何小慧跟这周大民两个人已经离婚了，而且周大民把所有的财产全都转移掉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赶巧了，这老薛呢是周大民的代理律师。哪是赶巧了呀？我就知道这里面少不了你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可能会逼死2条人命？别总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逼死？我是好意提醒你，到你这儿怎么劝？哎，算了，跟你我也不解释了。你觉得是我就是我嘛，好吧？还有啊，委托人他们的利益是你们需要承担，这是你们的义务，不要遇到点什么事全推到别人的身上。放心吧，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好好活到拿到财产那一天的，而你的不是我的，是老薛的。差不多，一定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。好的。起立，坐下。你别在我们这边待着，去那边去。现在开庭。被告，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，你们有异议吗？没有。有异议。有什么异议？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。原告和被告是干母女，关系密切，他们之间有款项往来，但是没有借贷合意。还有那个借据上的那些签名，好像也不像是被告的，所以我方申请对借据落款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。你们怀疑借据是伪造的？不是怀疑伪造，只是对真伪表示怀疑。代理人先不要发言。被告何小慧，你自己说，这些借据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可是法官，钱我全花光了，我没钱还。可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，你名下有一家公司啊，经常经营信贷业务。原告代理人说，这家公司去年的流水量近1000万，你怎么就把钱花光了？苦穷。法官，您可能不知道。去年还行，可是今年这生意实在是太难做了，去年挣的钱全赔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妈，不要对当事人说，对法庭说。法官，我不是不想还钱，是我根本就没有钱还。要不我把公司、把我住的房子全卖了，我还个三分之一，你看行不行？你向人家借了300-400万，只想还给人家1/3。法官大人，您可能不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，可能不知道我跟宋女士的关系。我从小就没有妈，我把宋女士当成自己的亲妈看，甚至比亲妈还亲。我妈也无儿无女的，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。
我还想着要给他养老呢。妈真的也对我好，要没有这层关系，这样的感情，你说他怎么可能借我这么多钱呢？妈，没想到咱们娘俩弄成这样，都上了法庭，我这心里……妈，您这要是逼着我全还，那就是要你女儿的命啊！要不，妈，我还1/3，你看行不行啊，妈？被告虚构各种理由骗取原告信任，向其出借款项，直至原告所有存款借光，其出借本金不止诉请的这320万，实际为537万。因为起诉时原告丈夫罹患癌症，急需手术费用，原告因证据暂时无法全部收集，仅就诉请金额进行起诉。就剩余未主张部分，原告保留再次起诉的权利。被告的行为已经不是普通的借贷，而是利用原告的善良骗取信任，巧取豪夺。我们坚持全部诉请金额，并且不同意调减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分期还款。被告，既然你们承认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有效的，那就没有不还的道理。本案事实清楚，法律关系清晰，本法庭。法官，我方承认借过原告这些钱，但我的当事人由于经营困难，实在一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。我们需要一些时间，我的当事人愿意制定出一个还款计划，交给法庭审查。如果法庭同意，还请择期宣判。反对。如法官所说，本案事实清楚，法律关系清晰，没有继续拖下去的道理。我方要求当庭裁判。法官，即使当庭裁判了，我的当事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法律等于又一次打了白条，300多万，它不是一个小数字，所以我们确实需要时间。被告，回去积极制定还款计划。本案择期宣判。休庭。哎，白条。你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何女士，你有事啊？我在你身上花了10多万，换来你在法庭上说还款是吗？那我为什么要请你啊？这事能怪我吗？啊，我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可能有假，要求做司法鉴定的时候，不是你说那些是真的吗？真实的债务，真实的证据，你让法官怎么办？你那什么建议啊？闹着玩呢？哄谁呢？当法官3岁小孩呢？你别废话了，下面该怎么办？不是让我们提交还款计划吗？那这计划不得制定上3个月呀？先拖上3个月再说。哎，不是躲就是拖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招？给我说1000到1万，我最后还是得输败。这事儿打头一回你见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咱这个案子只要上法庭，肯定输。那我在你身上花10多万，图什么呀？我别急啊。要是一审判咱们输了，你还上诉吗？我当然上诉啊！我怎么轻易就……我根本就没有钱还。那你就先跟我去一趟律所，咱们先签订一下2审代理协议。等您签了字儿、交了款，我再告诉你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做。韩律师，又要交钱是不是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打2审，我也不委托你。随你。
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您可就是花了10几万，真就买了我上法庭说了一句还款了。哈哈，请你再考虑考虑。宋阿姨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您也不必太过担心，法律就是这样的，它不会当庭就宣判，所以一旦有什么事情，我们绝对第一时间会告诉您的。好，放心吧。哎，宋阿姨。哎，那个夏叔，要不你先送宋阿姨回去？好，这给我吧。刘法官，您也说了这个案子事实清楚，法律关系清晰，那您为什么不当庭下判决呢？当庭判决毕竟是例外情况，而且被告不是说有调解意愿要制定还款计划吗？如果分期还款可行，那原告实现债权应该比走程序再到最后执行要快吧？刘法官，何巧慧开的是小贷公司，借款人都是用钱救急，都是拿房子做担保，所以以何巧慧的收入是完全可以一次性还清的，只是她不想。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您可能不太清楚，这个何巧慧在收到传票以后就跟周大民离婚了，而且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移走了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啊，属实吗？有证据吗？绝对属实，我们可以申请调查取证的。其实何巧慧他们呀，就是想故意拖延，既希望在拖延的期间呢，让我方当事人经受不住打击倒下，最后他就可以赖掉债务。但是我方当事人确实是拖不起了，她60多岁了，身患多种疾病，她的丈夫因为没有钱治病，前几天也去世了，膝下有无儿无女的。刘法官，我方请求法庭这边尽快下判决。好吧，我们尽快做出判决。请进。师傅，钱交了。我交了。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韩律师，前前后后你在我这儿挣了快20万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不能帮我保护住我的财产，这次真别怪我不客气。何女士，你说这话，你就是在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现在就把方法告诉你。第一，多跟法官沟通，告诉他你愿意还钱，还款计划也马上就列好了。然后说你有强烈的调解意愿，法院有调车率的指标要求，肯定希望你们调解。这一调解，咱们就又能拖好几个月。第二，实在拖不下去了，一审判决以后，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，最好是在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刻，咱们把上诉状递上去。咱们一上诉，法院又得重新调查，这一调查，咱们又能拖好几个月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赶紧去找周大民，把那些财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千万别让他弄假成真，把婚真给离了。到时候你从老太太那儿骗来的钱，全让他又给坑跑了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大明我们都说好了，只等着官司打完了之后，他就跟我复婚。这话你也信？哎，如果我手里掌握着从你那儿得来的几百上千万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肯定也说离婚是假的呀！你别忘了啊，2审结束以后，咱们还是要输的。到时候你负债累累，人周大民凭什么跟你复婚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咱们就测试一下，你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去开一家公司，你让周大民把骗出的钱全打进去，你看他办不办？哎，不，何女士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何女士。周先生，您看一下我们这楼盘，那是我们1期，已经售罄了，这是2期，现在正在开售。我们这个小区啊，特别的方便，出门就有滑雪场，还有高尔夫球场，社区里边还有大型的超市。怎么样，雅丽？刚才那2套喜欢哪个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都是绝版户型，是吧？哪个都不想选。这绝版户型还嫌小了啊？
谈啊，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。行，那有事您叫我。怎么了？啊？这么大一笔钱，你老婆能给你吗？再说了，这要让他发现了，不得撕了咱俩？这个钱啊，都在我这儿呢。这房我想买就买，我说了算，啊。那大民，咱们今天就定下来呗。必须的，要不干嘛来的，是吧？走。公司的事儿我接一下啊。哎，摊儿，你过来再给他说说。哎，老慧儿，有事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边呢。你在外头干什么呢？法官还让咱们还钱。我韩律师呢？那法官叫还就还啊。不是，那咱早还上不就完了吗？干嘛等到今天呢？你别废话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老韩给咱们出了几个主意，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了？你赶快回家跟我商量商量啊！你快回来。行吧。大民，我觉得还是7层好，7上8下。哎呦，那个雅丽啊，我那个公司啊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这房子的事儿呢，咱回头再说，好不好？啊，它不有2套吗？啊，你回头呢，你对比对比，然后那个让唐再给你介绍介绍啊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又再说了？不是今天定下来吗？福儿，福儿，催命似的叫我回来干嘛呀？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行吗？啊，我这一堆事儿呢。大民啊，咱们这个官司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，那些钱放在你那儿也是白放着，也没有办法放贷出去。那个老韩啊，给咱们出了个招，让我用我表嫂的名字开了一个新公司。你快，你把那些钱赶快打到咱们新公司里去啊！这个呀，行，慧儿啊，你说的对，咱那么多钱啊，我也不能让他全趴在账上了，是吧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我也担心他不安全，我呢就拿他做了个投资，而且做的还都是长线的，这钱他一时半会儿他收不回来呀。就这个。你电话里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这一堆事儿呢。行，我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还真让老韩说准了。老，他说什么呢？周大明，你外面有人了。你别管我外面有没有人，你现在告诉你，你不要给我耍花招，那些钱是我的，你必须给我打回来。你给我记住，离婚是假的，财产分割也是假的，你把钱给我打回来，那是我的钱，要不然的话我就告你，你把我。何小辉，你够了啊！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就像个泼妇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我怎么就忍你这么多年呢？咱现在已经离婚了啊！刚才你提到那个财产分割协议，你之前是看过的，你同意的，对吧？咱以后驴走驴道，马走马道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，好吗？拜托，再见啊！你放屁！你给我回来！你就是泼妇！你给我回来！我这现在是这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着？一拉弓这膀子就难受。你真娇气。喝点水吧。杨树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这来了一活，2口子闹离婚，找我的是那男方，但这男的我实在下不了嘴，我觉得你得过来帮我带带他。怎么就下不去嘴呢？哎呀，缺钱还缺德。
嘿，你说你这时候想起我来了，啊，你是自己接这案子，怕接受良心的谴责，你叫上我，这就转嫁你的道德包袱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收你代理费了，是吧？不是，说实话呀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就想跟你学你身上那点，就是当律师的时候不带良心，但我真学不到啊，就是太正直了，一到这坑节上我就忍不住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。有点意思哈。笑什么呀？你说巧不巧啊？我这有个活儿啊，找我的呢是个女的，很有钱，很善良。嘿，哎，这有意思啊！找咱俩的这是两口子，这巧了啊！男的嘛要起诉这女的啊，这女方的钱，我估计两口子也过不了多久。不过，从这资料上看，肯定是女方占理儿。完了打起来也没啥意思。陈老师，要不这样，咱挑块硬骨头看，把这男的代理的怎么样？傻吧你？这女的有钱，那管那男的干嘛呀？要不说我是陈无良呢，我还就想代理这个无良的丈夫，就他了。代理哪个你决定啊？你就把那个代理费给我谈高点。给。那，你这女的怎么办呀？张克忠死了。合着你这要给人家献殷勤啊？跟华所最近反正也缺少点案源，我之前从他那儿抢过案子，借着机会还给他呗。那咱还是老规矩，37，你4我3。37这回不行了啊，28吧，28哈。你弟弟我现在不如以前了啊，我现在有个助手，我得给他开钱。怎么还有助手了？哪儿的？这两个所派的呗，方力宏侄子。那哪是助手啊？不就来盯着你吗？盯我干嘛呀？我怕他盯啊。那我不管啊，咱们规矩就是规矩，还是37。那方力宏的侄子，你让方力宏给钱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那你好意思吗，老薛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再来一句，28啊！你赢了，37，我赢了28。对方就是想一边拖延时间，一边把这财产转移走，逃避债务。就算最后法院能查清他们是假离婚，可周大民如果把这财产都转移干净了，财产流向也很难查得清，最后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。所以咱们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想办法能够阻止他们。英子，周大民的离婚律师是谁？就是陈硕原来那个老搭档，大政所的老薛。对了，夏叔，我们已经找法官谈过话了，法官同意尽快判决，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死盯着法院，尽快下判决，然后督促法院呢把这个判决书尽快能够送达到对方手里。好，对方肯定会再上诉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呢催着2审法院赶紧开庭。没办法，谁让咱们碰到一群流氓呢，只能陪着他们玩了。走啊！这次也许咱们什么都不用干，他们自己内部就会乱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怎么会那么巧啊？何巧慧丈夫的离婚案，怎么会委托到老薛的手里？那哪是巧呀？那就是陈硕给他们支的坏招。真的是坏招吗？何巧慧这两口子咱们可都见过，她丈夫知道她逃不了还钱，这离婚真的是假的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何巧慧本来想着假离婚，但是她丈夫呢想趁机弄假成真？不存在弄假成真啊，只要2个人手续办了，那离婚就是真的。到时候法院判何巧慧还钱，你觉得她丈夫还会跟她复婚吗？何巧慧要是明白了这一点，她能放得过她丈夫吗？
那陈硕这一开始出这损招，就是已经想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嗯。可他为什么这么办？为什么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行，既然这案子你已经派给夏叔了，那就让他办吧。咱们俩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手头有一个小案子，咱俩打一打呗。什么案子呀？一个离婚案，量身所小田介绍的，他要20%的案源费。不接。哎，就小田那种嘴脸，透着一股没出息的样儿。秋华，咱俩可是一出手就把一死刑案办到发回，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离婚官司的地步了吗？不接啊！我告诉你，以后标的小于100万的，咱都不接。真不接呀？嗯。对方律师可是陈硕哎。陈硕？不是。陈硕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官司的地步了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对方代理人那一栏里面写的是他，你考虑考虑啊。有点意思。我给你打赌，这罗英子要是听说跟我打对头，这案子那肯定就秒接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恨不得有机会要报仇呢。行，姐接了啊。就不信，非把你打到服气不可。英子，哎，焦女士来了。焦女士，这就是我们罗律师。哎，您好，我是罗英子。你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吧？哎，咱进去说吧，请进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陈硕。赵伟。啊，坐坐，这蛤蟆精帅酷。哎，陈律师，哎，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是薛律师，可是薛律师把我转包给了您，他还跟我说，就没有您打不了的官司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哟，那您就是那个焦家私房菜的创始人和老板呐？是。秋华，张女士，您接着说。其实啊，我也谈不上什么创始人，我就是因为从小腿脚不灵便，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就喜欢在家呢琢磨着做点菜。这不后来，老公跑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，没办法了，这才出来开了那么一个小饭馆，没想着就做出了名气，现在变成了5家了。焦家菜，你是说焦家菜的创始人是你老婆？我也是这回回来才知道的。我走的时候，她还是个只会抱着孩子求我别走的小媳妇儿呢。这没想到我一走18年，她居然成了老板，还开了5家店。是，焦家菜有名，我们都知道啊。但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啊，赵先生，你说你们家里有这么大一棵摇钱树，那您当初怎么还离开了呢？当初，谁能想到后来的故事啊？我当时找他也是没办法，我一个人到靖北来北漂，要工作没工作，要房子没房子，饥一顿饱一顿。他不是靖北当地人吗？有户口啊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腿呀，从小就残疾，所以呢，不喜欢和人打交道。长大后呢，也没个像样的工作，婚事儿呢就这么耽搁下来。后来有人就跟我妈介绍到了他。我们家燕玲的事儿，你到底给人家说清楚了没有啊？你放心吧，我都跟人家说了，人家小伙子现在就是个农村户口，只要城里户口，人家可看不上你家燕玲。怎么还没来呢？弄这么大动静！我这不是在南边倒了点磁带吗？这正听呢，好听着呢。快点下来！快点下来！来，
你刘姨。刘姨好。哎，你好。燕玲。燕玲好。燕玲，带小赵进屋啊。太冷了，赶紧进屋。走吧。你先走吧。好嘞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就喜欢上了他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也相中了我。上楼梯的时候还伸手过来，想要帮助我。当时就那一下，我觉得特别的温暖。我从小到大不喜欢和人来往，我这性格真的特别的无趣。他完全不一样，他特别爱玩，特别快乐的一个人。然后他就带着我吧，去他以前玩的那个地方，那么一帮人，哇！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，有音乐，反正是跟我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他叫我一块跳舞，我哪会呀？我也不敢呀。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待在那儿，结果他就带着我一起跳，他让我脚踩在他的脚上，就那么跳。跳了一整首曲子，他也会骑着他那个胯子，带着我满城的逛，满城的跑。我从来没过过这种生活，这是另外一种生活。他告诉我，生活可以换一种活法。师傅太快了！你先别管快不快，我就问你高兴不高兴。我告诉你吧，什么也没有高兴重要。就这么快乐，就这么温暖。其实，这种美好的东西一直都支撑着我。哎，这么听下来，您跟这焦女士，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？哎呀，陈律师，你可太逗了！爱情，他是个瘸子，要模样没模样，连整话都说不利索，我怎么能爱上他呢？我们没多久就结婚了。结婚11个月以后，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。我本来想有个孩子之后，我们的婚姻就能够稳固下来。可是谁能想到，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他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，说是和朋友去广东了。我有了他的电话号码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。我一直打，他不接，再打。后来他把电话号码就给换了。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又得到了他确切的地址，在广东。我带着孩子就冲过去。我记得当天我在楼下等，他在楼上，就是不下来。我就那么守了1天。后来他索性爬楼顶跑了。狗血。焦女士，那他出走的这些年，他给过孩子抚养费吗？没给过。他这个人特别贪玩，手里也存不住钱。再说了，他当时在金北打工的时候也没一份像样的工作，所以当时在家的时候，那些日子也都是花我挣的。老婆不想要，那孩子总是自己的呀。这不是亲生的吗？是不是？是。那对呀，那亲生的，您怎么能一走18年管都不管啊？不是我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我连我自个儿都喂不饱，我咋管孩子嘛？那这18年，您在南方都做了些什么呢？玩呗，我天生爱玩。这些年，在哪个行业也没干长久。跟朋友做过生意。赔了，跑过运输，赔了，还干过快递，也赔了。哎，我还在海上倒腾过东西呢，也赔了，倒是赚了，但是被逮了，钱没落着，还在局子里蹲了好几天。
哎，你说人这一辈子，不就那么回事儿？钱算个什么东西？见识多，才算没白活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您真了不起。家里的老底呢，很快也花完了。这我身边还带个那么小的孩子，我也没办法。日子是真的挺难的，我就在家哭。我哭了好几个月，没人管我，真没人管我。后来呢，没办法，我就试着开了一家小饭馆。没想到大家就特别爱吃我做的菜，我就从1家做到了5家，然后又从小弄堂开到了现在这种高档酒楼。我一个人管不了，然后我就请人帮我一起来管。这没想到，你看我这个以前在人前连个话都不敢说的人，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。还有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特别争气，去年还考上大学，现在在学校住校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回来了。谢谢你们，今天亲自过来。赵总，你请留步吧。不要，我送你们上车，没问题的。希望咱们呀这次能够合作的顺利。一定的。备了点店里的特产酱菜。您客气了啊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我本以为我像王宝钏一样，虎首寒腰18载，就是为了盼着他回来。可是没想到，焦总，你的打卤面好了，吃点面。有这个谁还吃面条啊？倒酒。啊，别动。让他倒，你不是老板吗？哎，吃好了。燕玲，我是回来离婚的，就不错啊。这焦女士身家几千万，您可以坐享其成啊，您就玩呗，你怎么还要离婚呢？哎呀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人，看她一眼都多余。我就想啊，要是离婚呢，她的财产就是我的，哎，最起码可以分1半吧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离？是不是？他是不是想要分您的家产呀？他提出离婚，我不同意啊。但是我看他态度特别坚决，我就在想，18年了，他不在我身边，我这日子不是一样过来了吗？那就离吧。我没想到他却提出，要是离婚的话，我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要平分。不好意思，赵先生，我有点没太记清楚，你是说？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您就不辞而别，一走18年，对吧？对。那18年之后，您太太靠自己获得了1000万家产，然后您回来就要跟她离婚，并且还要分走她1半家产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陈律师，您这助理没事吧？他什么意思？这是？他什么意思都没有，他年轻人。说话分寸感差一点，咱别太敏感啊。没事，赵先生，咱继续说，好不好？陈律师，您的助理没听明白，您听明白了呀？这法律的规定
您不比我清楚吗？我和他是夫妻，他的就是我的，当然我的也是他的，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的财产，要离婚就得分一半。没错，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。哎，那焦女士，您这次来找我们，您是不是想跟他打官司呀？不是我要跟他打官司，是因为他想平分我的财产，我不想给他这么多，我想少给他点，结果他就把我给起诉了。这不是处人吗？焦女士，您这个情况确实比较复杂，您在这稍微坐一会儿，我跟罗律师我们去讨论商量一下。金灿，这个案子有点麻烦。是，你说就是这男的，他的做法再恶劣，但是焦艳玲在创业的时候，他们俩已经是夫妻关系了，所以这焦艳玲赚的钱呢，这男的也有权分割。所以我建议，这个案子最好别闹到法庭上，还是劝双方谈判比较好。你说这个男的一走18年，音讯全无，对这个家庭和孩子没有尽到半点义务，他居然要求要分一半，这没有道理啊。对。但是如果一分不给，好像也不太可能。要我说啊，对这种渣男，我分他1分钱我都是多余的。哎，没办法，情是情，法是法。你刚才听他嘴里讲了这个赵先生，就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没有半点良知的人。像这种人要是闹到法庭上，肯定也不会客气的。更何况他的代理律师是陈无良。你刚跟我说了这么多呢，这赵先生啊，我挺担心的，怕上庭吧，那法官不会同情你。我要法官同情干嘛？法律不就是这么规定的吗？法官他不能不顾法律乱判吧？按法律来就是一半儿。是该分一半儿，但是吧，赵先生，这人活着，他金钱确实很重要，可是他名声不重要吗？咱们都是男人吧，他是要这个呀，是吧？那官司打起来，对方把你的过往啊、所作所为全都宣扬出去的话，对你名声很不利呀。焦艳玲吗？他不会，不是焦艳玲，我说的是对方的律师。你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啊，律师为了赢官司，他有各种操作、各种方式。比如说吧，制造舆论算是其中一种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宣扬出去的话，舆论会偏向谁啊？偏向焦女士吧？啊，那咱将来上了庭，那你说法官他不考虑舆情吗？不考虑民意吗？也得考虑。那打这官司，咱难度太大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完钱就走，别人爱说啥跟我没关系。这事儿你想简单了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雁过留痕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有什么负面消息的话，往那一坐，敲下键盘，电脑屏幕上就全都出来了。他跟你一辈子，你走到哪儿都一样。那，陈律师，要您说，咱该怎么办？要我说，咱不上庭。焦女士，尽管这份家业是您一个人创下的，但是你们夫妻的关系一直存续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如果不是内计中少分或者部分的法定情形，您的家产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。您的丈夫要求分割也是有法律依据的。我们想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跟对方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您看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也不想上法庭，毕竟夫妻一场，还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了。我的意思是呢，咱们通过去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这问题去。焦女士呢，她现在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你们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去创造的，对吗？你们是夫妻，一旦你们离婚，你有财产分割权，只要有这个前提在，咱们就有空间去继续讨价还价去。这怎么了？这干嘛还讨价还价呀？不是一半吗？不是你总强调这一半，我这听了这听这么多遍，一半。我们就问你，这18年您做过什么？您尽过一个丈夫的义务吗？啊，您尽过一个父亲的义务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看你就回来了，要分人一半财产合适吗？你给谁听这都不合适啊。
但您放心吧，我们呢非常专业的律师，所以会为您争取最大的权益。您想想，咱们跟他们谈一谈行不行？对方要求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，那您的底线是什么？您想分给他多少？他想分一半儿，我觉得太多了，而且他提出要现金，我哪来那么多现金啊？我在想，不要做那么绝情，分他一部分没问题的，能不能这样，换一种方式给他，每个月给他一部分钱。他这个人呀，手里存不住钱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不好，那个不是，肖女士，你是不是还对他有什么幻想？都到这一步了，我对他还能有什么幻想呀？不是，那你干嘛还每个月还得分他一部分操公司呢？这要我说啊，最好的办法那就是6个字儿：离婚、分钱、走人。以后这个人就在您的世界里面就死了，想都不要想。跟这种烂人，绝对不能纠缠不清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先跟他们联系，先开始谈判，好吧？好，那行，焦女士，那您就先回去，等我们联系好了这个谈判的时间和地点，我们再通知您。好的啊。另外，我还想再多提醒您一句，这段时间如果他联系您了，我们建议您不要见他。好，那我们送您。好。对了，焦女士，那我把那个委托书啊，还有协议，我先把那电子版的发给您，您回去先看看哈。好。哎，焦女士，那焦女士我们就不送了。好。到时候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焦女士，再见。不是，你这一会儿送又一会儿不送的，有病吧？我刚才接他上来，走这一路，他总是落在后面。他是为他这条腿自卑。咱们坐着，他起身，他会觉得咱们在背后看着他。你说这走廊这一条路，咱们要是送他，他会觉得咱们在后面这样看着他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。哟，够心细的呀！哎，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？我这不是分对谁吗？像您这样拥有一颗大心脏的人，平时也不需要我解呀。你少扯我，我说你跟夏书呢。你赶紧给人对方打电话约谈判的事情吧。不是，凭什么咱们给他们打电话？为什么不是他们给咱们打电话呀？大姐了，你能别因为对方是陈硕你就端着吗？咱们是被告，咱们不主动打电话，那咱们就只能等着上法庭了。那反正我不给他打，要打你给他打。你爱打不打？